Hello，大家好，这一期我们来看金克斯啊，这位射手绝活哥的一个出装符文搭配，可以看得出来，现在好多射手啊，好像都喜欢带这个吸血，而不是带攻速。然后也可以看得到，他第一件选择做的是收集者，然后第二件做破败，补上攻速。但会不会？但确实，金克斯这个英雄，他其实发动起来以后就不差攻速，但往往关键就是能不能混到助攻，或者说拿到那个人头，发动起来这个攻速。这波的话，血量并不是很健康。这里的话，让辅助往回走一点，不能太着急。对面日女啊 ，EQ 控到的话，这个辅助是这个血量是可以杀的。只需要把兵线给放过来就可以了。啊，看到没有，龙龟果然就是等着那个双安路。这里的话，控到就是能杀的哈。那这个血量的话是不能在线上待着了，必须得回家。有可能还会再来一趟。啊，被抓了。其实绝活哥他自己都知道这里会被抓的，就是想要尽早的回城。太贪了。终究玩这个游戏太贪心，并不是什么好事情。这里的话血量够了 ，A 多一下可以吃到2个人头，对面还踩夹子了。啊，2个人头到账，清完波线再吃一波线，可以回家。把那个装备补一下。啊，要控线吗？哦，没有眼，想多吃一个，多排一个眼。因为他带着僵尸守卫嘛，所以可以看得出来很贪心。对面龙龟可能又来了，半天不在线上，线上出现。金克斯前期还是蛮怕龙龟这种控制，而且龙龟的话前期有点伤害的，并不低。那上去了的话，那线下这里的话可以压着，可以压制对方。龙龟还在上路。那半天应该是不会下来了，赶他们走，不让他们吃这个兵，把线控好。这波兵线再控一波，下一波兵线一起进的话是可以的。啊，对方想打架，这边兵线比较多，但是辅助吃的太多伤害了，后续被反打，必须得交闪现，吃果子。可以看得到这个卡尔玛太想给输出了。能感觉到两边都有想操作的心。这里的话，尽量去捡一下队友吊着这个盒子的花，因为是有回蓝、回血，然后有那个金币，最关键还是那个25金币。
来了，往后拉。W 命中，远程。这里的话被 E 到就很不应该了。其实有护盾加速的话，其实卡玛这个护盾可以给自己，因为他的站位就是经常给很前面。这种情况下，护盾的话可以不用给射手都可以的。吃到一层，这龙龟很喜欢一个 Q 闪啊，但梦魇赶过来，大招斩到人头的话，输出太低了。对面日女的话开了2技能以后，那个减伤减的还是蛮重的。对方极限的一个越塔，这雷欧娜玩的其实挺好的，因为我玩雷欧娜有时候会有个毛病，就是EQ 上去了，忘了开2技能，等对面伤害打完了以后才去开2技能。其实 E 上去那一瞬间就必须得开2技能，然后给 Q 就好了，手速稍微快一点。这把的话，我能挑出来给大家看，就是确实前期的话并不是很理想，而且对面的阵容比较好。卡莎这里面就纯犯病了，明知道辅助已经去了，还在这里面，送了个大人头。这里的话，因为对面肉比较多，所以2个大肉，所以选择做破败。想抢，抢是有点难的了。被动的话好像快要点满了，还差1层。给夹子夹到了，但第一时间给输出给到刘娜，但是后续输出也是够的。那启动了以后，确实就是攻速是够的，就看能不能斩杀，就是捡到人头或者说助攻。丁克是在这个版本。比较好能终结比赛。后续的话，这龙龟伤害不低呀、拉开距离。血量的话不能对方吃啊，直接交个海克斯闪现。哦，不是，是直接交闪了。这个龙龟有点疯了都。哦，对方可能要飞大吗？大招。那个什么卡莎应该是没有大招了，上一波团战好像交了。把破败做出来，打肉就很容易了。这一局其实有点像在刀口上舔血。现在这个版本，我感觉打输出都得要刀口上舔血的那种感觉。这里大招一个 AOE 也砸出来了，后续的话就靠1技能的 AOE 去打爆发就可以了，打爆发打持续伤害，回来再把这个收掉。就像这个金克斯的攻击频率啊，它是很容易去叠到这个收集者的，特别是启动以后的攻速太快了。这个2技能放的
没有往后放，随便拖了一下。这是你上来就想打，这里后直接交闪现，放个夹，这个夹子放得很好，对方想追的话都不能。哇，其实这里面卡玛不能再打了，他的二技能必须留来对面突进的时候再给。射手直接跑回家，把红给吃了。中路二塔的话应该是守不住了，得跑。像在这个版本我感觉竞技性是回来了啊，确实没有食言，但是取消了那个隐藏分的机制，然后现在就是牛鬼蛇神了。不过也是好事。长痛不如短痛嘛，这次的阵痛肯定会在后面体现出来它的优势，知道吧？就很多东西可能在这个版本刚刚好，在这个版本就体现，就是一开始会有点阵痛，对吧？然后过了这段阵痛期呢，可能游戏环境会慢慢的有所变化，因为它取消了那种之前的隐藏分。然后后续的 EOO 机制的话，看咯，看官方是不是还是需要这个 EOO 机制。那这样的话就，我觉得是美中不足的。反正我现在我的账号，你感谢我，感觉我打个翡翠局或者钻石局，我感觉跟在打宗师局似的，现在的，或者那个宗师局、王者局那种感觉。哇天，太抽象了。虽然说我有时候也很抽象还有就是最近推荐大家，如果喜欢玩辅助的话，可以去玩大树辅助或者大树上单。就你觉得你的能力不太足的话，我测试了一下大树上单和大树辅助这个，它的稳定性啊，它的上限其实不高，但它的那个稳定控制还有它的稳定性。还有他那个 E 技能探草，你就不用说去用肉身去探草，这个是很多辅助做不到的。而且他的保护能力，二技能的保护能力，立刻回头给二技能或者给大招，都能让射手可以就是跟切入的人拉开距离。所以我觉得大树在这个版本，其实在硬辅里面算 OK 的，挺吃香的。但唯一不足的就是大树这英雄还是不是很有那种就是不属于那种很肉得住的那种，跟像瑞尔啊，或者说像这日女啊这种可以给免控制、减伤害啊，这种就肯定没那么肉。这一上来直接打一套大招轰死了，开始收割。这卡萨的话，后续这里给夹子没给到，大招的话刚好错位，极限的一个走位。再收掉这个龙龟，看看能不能抢到这个4杀。啊，太快了哦，把自己给追死了。这里的话送了个大人头啊。那这样的话一波不了了，梦魇的话直接回家。现在影魔刀的话，你可以看到大家很多人都不选择做影魔刀了，他现在不是那说 A 一下就可以有盾了。而是怎么说呢？这条龙的话不会被抢吧？我天，可以极限。就是影魔刀的话，现在也是改成了那个叫什么？跟那叫什么？就
护主之灵一样，像那个大天使之杖一样，或者说像血手一样，就是在血量低于多少10%还是多少的时候，就会触发一个护盾这样子。所以野魔刀的话，很多就魔抗刀嘛，很多玩家都没有选择去做它了，很多绝活哥都选择放弃这件装备，不如做一件那个你做那件的话，不如做血手，按这么说的。但射手不可能做那件装备啊，战士还有可能做一做。倒不如银血，所以现在银血的优先级在射手里面还是蛮高的，但不是先出银血，而是后面再出，因为银血现在没有攻速，也没有那个删除了那个装备嘛，但只是说多了一些血量，能多扛一点点的伤害吧，就这么说。哇，这里直接搭上去了，那这个高地塔是能拆的。然后后续究竟这个卡莎是完全跑不掉了，被粘住了。龙龟的话想上，就收掉了诺手。那对面的话应该是守不住了，这兵线来的太多了。大龙 buff 还有10几秒，其实可以直接推塔了，游戏可以结束。好。那这一期的话就到这了，欢迎大家的收看，拜拜。